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跨界破圈，赛车与时尚双线登顶的顶流样本。2026年3月15日前后，围绕王一博的话题几乎没有间断，从赛道到秀场，从商业合作到公共讨论，他以一种少见的高密度、多维度的存在方式，占据了不同圈层的关注焦点。一边是引擎轰鸣、速度与风险并存的赛车场，一边是灯光聚焦、审美与符号交织的时尚秀场。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在他身上被同时激活，并形成一种相互叠加的影响力。85号职业赛车手与时尚标杆的双重身份，不再只是标签式的并列，而是在具体行动与持续输出中，被不断强化为一种可被验证的现实路径。这种路径所呈现出的迫切感，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所谓顶流究竟应当具备怎样的内涵。时间很快推进到4月的上海国际赛车场，王一博将以85号赛车手的身份出战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赛事尚未正式开始，市场反应已经提前显现。普通门票在开售后45天便被抢购一空，超过3万张门票迅速售罄。这一现象不仅说明赛事本身的吸引力，也在侧面反映出它在赛车领域所带动的关注增量。对于传统赛车赛事而言，观众结构相对稳定，而当一个具备广泛公众认知的艺人深度参与其中时，原有的圈层边界被打破，新的观众群体被吸引进入。这种跨圈层引流正在成为赛事商业价值提升的重要变量。与门票热度相呼应的是它在赛场上的专业呈现。新一季赛车服采用薄荷绿为基底，并融入类似攀岩岩点的设计元素，在视觉上兼具辨识度与功能性。装备层面，它配备了意大利 A 级气囊、防护装备以及美国品牌专业头盔。这些细节不仅体现出对安全标准的重视，也说明其参与并非停留在表层，而是严格遵循职业赛车的规范体系。在一个长期存在艺人玩票质疑的领域，这种专业化配置与持续参赛记录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回应。赛道上的热度尚未完全消散，时尚领域的高光已经紧随其后。在巴黎时装周期间，王一博以 LOEWE、Lacoste、Chanel 3大奢侈品牌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亮相，并在同一届时装周中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的秀场。这一组合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因为不同集团之间通常保持相对独立的代言体系，而能够同时获得多方认可，意味着其商业形象具备高度的兼容性与稳定性。他也因此成为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艺人之一。在具体表现上，他的出场并非简单的到场打卡。在香奈儿秀场上，他以一身驼色皱缝大衣造型亮相，整体风格克制而有层次，既符合品牌调性，也保留了个人风格的辨识度。外媒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评价不仅基于造型本身，也与其整体呈现状态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现场以流利英文与品牌高管及国际艺人交流，这种语言与沟通能力的展示，使其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能够参与对话的主体。在国际时尚语境中，这种主动表达的能力，往往比单一的造型更具长远价值。与此同时，他在商业合作上的操作也展现出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思路。以红牛、Undefeated、海利汉森3大国际品牌为例，他并未简单接受既有的代言头衔，而是主动为合作关系赋予新的定义，分别提出首席能量官、官方潮流官、联合共创官等专属身份。这种反向授予品牌头衔的方式，
在形式上看似只是命名创新，实际上却改变了合作关系中的权力结构。艺人不再只是品牌信息的传递者，而是参与到品牌叙事与价值构建中的一方主体。围绕这些合作，他进一步搭建其以85 Racing 为核心的商业生态链，将赛车身份与品牌合作进行系统整合。这种整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统一的符号与叙事逻辑，将不同领域的资源连接起来，使其形成协同效应。在这一过程中，艺人的个人品牌不再依附于单一领域，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延展、可以组合的多维平台。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网友会评价这种操作体现出一种更高层级的商业话语权，它不再只是接广告，而是对合作结构本身进行重塑。当然，高强度的关注之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杂音。近期网络上曾出现王一博浏览 CP 粉动态的相关话题，试图对其个人行为进行解读与放大。这类内容在传播机制上往往依赖模糊信息与情绪引导，一旦缺乏核实，容易迅速扩散。面对这一情况，包括大象新闻在内的权威媒体第一时间介入核查，并确认相关内容为不实信息。其工作室也迅速做出回应，强调其始终将重心放在赛车、时尚及影视等领域的发展上。随着事实被澄清，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也再次说明在信息环境复杂的当下，及时、清晰的回应对于维护公众认知的重要性。如果将视角拉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多领域并进的状态并非短期爆发，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赛车领域，他从2019年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D 组冠军起步，到2024年 GT 短程系列赛珠海站 GT3 组冠军，再到组建个人车队征战 China GT， 每一步都建立在持续训练与实战经验之上。这一轨迹不断削弱跨界只是兴趣尝试的质疑，使其逐渐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参与者。影视方面，他同样经历了从流量标签到作品验证的过程。《陈情令》让其迅速进入大众视野，《追风者》则以央视收视峰值 2.664% 的成绩进一步巩固观众基础，而《热烈无名》等作品获得金鸡奖提名，也在专业评价体系中留下印记。与此同时，他与 Discovery 合作的纪录片《探索心境》获得美国泰利奖金奖，不仅拓展了内容类型，也带动相关攀岩装备销量增长 47%， 显示出内容与消费之间的联动效应。在大众文化层面，他的街舞表演同样具有广泛传播力。春晚节目《闪耀动起来》在播出后迅速走红，从幼儿园到青少年群体都出现翻跳热潮。这种跨年龄层的传播，使其影响力不再局限于特定粉丝群体，而是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文化空间。除了职业领域的表现，他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参与也构成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他参与拍摄穿山甲保护纪录片《巡护者》，推动超过100万人签署保护承诺。在巴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他俯身拾起掉落国旗的举动被新华社点赞。这种细节行为在传播中往往具有更强的情感共鸣。此外，他还参与演唱了包括15运会会歌《气势如虹》、抗战胜利85周年主题曲《共鸣此刻》在内的30余首正能量歌曲，使其公共形象进一步向社会价值层面延展。综合来看，业内不少专家认为，王一博的成功关键在于跳出了流量依赖的单一逻辑。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曝光，而是通过将曝光建立在专业能力与多领域输出之上，使其不再脆弱。赛车、影视、时尚与商业创新之间，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提升，
都会反向强化整体形象。从职业赛车手到时尚标杆，从顶流艺人到商业模式的探索者，他所呈现出的并不是单一维度的成功，而是一种可以持续扩展的能力边界。这种边界的拓展，并非依赖偶然机会，而是建立在长期投入与清晰路径之上。也正因如此，当外界讨论顶流该有的样子时，他的案例往往被反复提及，不仅因为成绩本身，更因为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方法与逻辑。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娱乐与商业环境中，单一标签越来越难以支撑长期价值。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连接，并在每一个领域中保持一定水准，或许才是更具可持续性的路径。王一博的破圈，并不是简单的进入更多圈层，而是在进入之后完成有效转化，使这些圈层之间形成互动与叠加。这种能力使他在面对不同评价体系时，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位置。因此，当人们将目光集中在他同时出现在赛道与秀场的画面时，看到的不仅是身份的切换，更是一种关于当代艺人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在速度与节奏、专业与表达、个人兴趣与商业逻辑之间，他试图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本身，也许正是顶流一词在当下语境中的新解释。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